这节课呢，我继续给大家讲有关求值域的问题，求最值和值域的问题。那么有的同学说老师啊，我听这些题，我有什么用呢？有用啊！这些题它是特别精准的把握了这个知识脉络当中的某一个环节。比如说这个知识脉络当中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有求定域啊，有求值域啊，单调性啊，奇偶性啊，周期性啊，用它来解决各种问题啊，那你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。所以我们做这种题就很好的把这个知识点，求值域的知识点就给它消化掉了。而且我在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过程当中，它还要牵涉到好多个知识点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周边的知识点也给它消化掉了。我们看到了这些知识点之间在一道题当中出现，它们之间的构建关系所以做这种综合题，大家会很快的提升你的水平，提升你分析问题的能力。当你面对一个复杂问题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去考虑？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一看这道题啊。这道题是这样的，已知函数 f(x) 等于 ax 方减 2x 加 b， 这是个二次函数，它在 x 等于1处取得最小值，而且最小值是0。你看这道就这么一句话，我捕捉到了几个有效的信息呢？几条呢？首先，这个函数在 x 等于1的时候取得最小值，那么我就知道这个一定是二次函数 ，a 肯定是不等于0，不但不等于0，因为你没有说定义域，那么就默认为定义域 x 它是属于 R 的。a 不等于0，你还得是开口朝上的，只有开口朝上的抛物线它有最低点，在 x 属于 R 的时候，你就在最低点处取得最小值。所以你看，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，它的信息量也是比较大的。所以题中没有说 x 的取值范围，默认为 x 属于 R， 于是我就知道 a 肯定的大于0，因为我 x 随便取值，你必须得开口朝上，你才有最大值，你才有最小值。那么你一定是在对称轴处取得最小值的，所以对称轴是啥呀？x 等于负的 2a 分之 b 是负2，负号约掉了 ，a 约掉了，所以对称轴处的对称轴就是 x 等于 a 分之1，在对称轴处取得最小值，所以 a 分之1它是等于1的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你的最小值我还知道。不但知道你在这儿取的最小值，最小值我还知道，最小值是0，最小值、最大值指的都是 y 的值，所以 y 就等于0。什么时候等于0啊 ？x 取 a 分之1的时候啊 ，a 分之1的平方是 a 的平方分之1，和它一约就变成了 a 分之1减去 x 取 a 分之1乘以2是 a 分之2，然后再加上 b。所以由这一句话，我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那么这个式子我一解，因为题中让我求 a 和 b 的值嘛 ，a 分之1等于1，a 是等于1的，满洲大于0了。a 是等于1的，1分之1这就是1，减去2再加上 b， 负1移过来，所以 b 也是等于1的。a 也等于1 ，b 也等于1，我都求完了，而且我没有增加任何附加条件，我没有在括号1这儿增加任何附加条件，我得到的结论那么我第二个问是可以用的，所以 a 是等于 b 都等于1，于是我就知道了解析式。它等于 x 的平方减去2x 再加1特
别标准的一个二次函数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啊，难点都在第二个问上。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。第二个问 f(x) 除以 x 它等于 g(x)。y 呢 ？y 还等于 g2 的 x 次方减1。这样一个函数，当自变量 x 在这样的范围内取值的时候，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，以及什么时候取到最大值，什么时候取的最小值相应的 y 值。所以 f(x) 我知道了吗？我带到这里来，我先求 g(x)， 一提一可知 g(x) 就等于 f(x) 搬过来 x 方减去 2x 加1除以 x， 它就等于 x 分之 x 方就是 x 加上 x 分之1，然后减去 x 分之 2x 就是减2。gx 知道了 ，y 它不是等于 g2 的 x 次方减1吗？所以 x 取这样一个代数式，带到式子当中，2的 x 次方减1加上2的 x 次方减1分之1再减2，这个就是 y。你的 x 在哪里取值呢？我的 x 大于等于2分之1，小于等于2，因为 x 是自变量。这个代数式不是x 是自变量 ，x 在这儿取值。它在这儿取值的时候，让我求最大值和最小值，我觉得这个式子有点乱，我想把它化简一下。怎么化简呢？刚才我们做题了，就是要给它换元，我一换元，它就变得简略了，不然的话这个函数复杂。好了，怎么换元呢？那我就令 t 等于2的 x 次方减1，所以我的 y 就变成了 t 加 t 分之1。t 加 t 分之1再减2，就像老师刚才说的，我换元了，我以 t 为未知数，定义域是保证函数有意义、保证函数存在、保证函数成立的必须要标注的条件。你不标注，在别的范围内取值，我这个函数有可能就不存在，所以我要标注 t 的范围。怎么标呢？我不是设 t 等于2的 x 次方减1了吗？我把它搬到这儿来 ，t 等于2的 x 次方减1，你的 x 不是大于等于2分之1，小于等于2的吗？我先画这个指数函数的图像，这是 x 轴，这是 t 轴，以2为底，这是个指数函数，穿过0，1单调递增，无限的跟 x 轴靠近。然后右上方无限上升，减1呢向下移了1个单位，注意不要移的太多 ，y 等于-1，要把它拦截住。原来我是经过0逗1，我向下移了1个单位，我就穿过0逗0，无限的逼近 y 等于-1的这条线，永远不能到达，更不能下来。你的 x 在哪儿取值啊？我在2分之1和2上取值啊。那我的图像就只保留了一部分，我 x 在这儿取值，图像只保留这部分，所以我最小值就是取2分之1的时候，2的2分之1次方根号2减1 ，x 取2的时候就是我 t 最大的时候，2的平方是4减1，这是3。x 在它们俩之间取值 ，t 就落在它俩之间了。t 大于等于根号2减1小于等于3 ，t 的范围找到 ，t 大于等于根号2减1小于等于3，我就把它标在这儿。新的未知数定义域我都有了。那么它既让我求最大值，又让我求最小值，我一看，这是个什么形啊？如果不看2的话，
人家是不是个对勾函数的形啊？这叫对勾函数啊。我把它搬出来，比如就是 y 等于 t 加 t 分之一。对勾函数我们在讲均值不等式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过。因为均值不等式一正二定三相等，有的时候等号的条件我们取不到。当等号取不到的时候，我还要求最值，怎么办？那不就是引入对勾函数吗？所以对勾函数大家一定不陌生，我再说一遍，这叫 t 轴，这叫 y 轴。对勾函数t 取一的时候，1加1分之一 t 是等于 y 是等于2的。t 取2的时候呢，2加2分之一变大了 ；t 取3的时候呢，3加3分之一变大了，越来越大。t 取2分之一，2分之一分之一，它变成2了，所以 t 取2分之一和取2是一样的，取3分之一和取3是一样的，所以左边是这个形式，它是1。老师为什么在这儿拐弯啊？它在哪里拐弯啊？它在等号存在的条件处拐弯啊。如果你用均值，它不是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，这是1嘛？所以当切近当 t 等于 t 分之一的时候才取等号。所以你在哪里拐弯？在它们俩相等的时候 ，t 的取值处拐弯。所以它就变成了 t 方等于1，所以 t 等于正负1，我只要正数 ，t 就等于1。好，那你的 t 在哪里取值了呢？它在根号2减1，1是根号2是 1.414， 就算 1.4减1 0.4， 它和1之间的距离大概是 0.6个单位，所以根号2减1落在这儿，而3和它的距离这个可比较远，2个单位，所以3在这儿。很明显图像保留了拐弯的这一部分。什么时候取得最大值呢？当 t 等于1的时候，你的这个 y 就最大。最大把 t 等于1带进来，1加1分之一还是1加1再减2， 0。什么时候取得最小值呢？这个是取1的时候它最小。什么时候取得最大值呢？取3的时候 ，t 等于3的时候它最高，最大值落在这里了。所以 y 最大。它就等于3减2乘1，1再加个3分之一，3分之3加3分之一，所以它的最大值就是4。题中说，你不但要把最小值和最大值求出来，以及取得最小值和最大值时候的 x 的值，这好办。t 的值我们知道了吗？t 不是等于2的 x 次方减1吗？此时此刻 t 就是2的 x 次方减1，它要等于1，也就是2的 x 次方，2的 x 次方它要等于2的1次方，所以此时 x 是等于1的。x 等于1的时候，你就有最小值，而且最小值就是0。这个呢也一样啊。它是2的 x 次方减1等于3， 2的 x 次方等于4等于2的平方，所以 x 就等于2呗。x 等于2的时候 y 就最大，最大就是4/3。所以我不但把它的最大值最小值找到了，而且跟它所对应的 y 值，我们也跟它所对应的 x 的值，我们也找到了。好了，那么这道题呢，你看由于它太复杂，式子比较长，所以我又采用了换元的办法，而且不但换元了，根据这个特别的形，我们又启用了对勾函数。所以随着你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些知识点糅合在一块儿，那么题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。所以你要把每一部分每一块都要学得特别清楚和透彻，它们即使融合到一块儿，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你一猜
所以每个地方都是清楚的，那么也能够顺利的把题解决出来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又给大家讲了有关最值和求值域的问题。下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题型6恒成立的问题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。所以你看老师讲课啊，它是不是随便的啊？包括题我们也都是精选出来的。理解这部分知识，它有一个构架。我题型1要研究什么，一直到题型2，一直到题型啊，它都要每个题型要研究什么，每个题型我们都会从众多的题当中啊挑选最新的、最有代表性的，然后来给大家讲。好，我们下节课要讲题型6。